很多人补一补就掉了，还补在松软的东西上面，松软的喷上面，怎么可能会不掉嘞？所以你拿蛀牙还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啦所以会掉的原因啦通常是因为牙科工具器，大家好，我是三宝牙医我们今天来讲那个补蛀牙补蛀牙大家都觉得很简单那我们今天就要分享一个看起来小小的蛀牙，可是挖下去也是很大啦看起来不怎么大我们就是挖一个小洞我们看上面好像有一点小蛀牙X 光看下面是阴影还真的蛮大的啦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慢慢挖然后把里面的这个糊我们都是用这个是慢速手机啦所以它只是挖软的，它上面的珐琅质是拿不掉的还有坚硬的象牙质也是拿不掉的啦我们大概就是然后开始用小汤匙把里面的松软的齿质把它挖干净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这样子做挖除来确保说里面的齿质是不是都干净的，还是很多喷在里面，很多脏东西在里面这样子确保我们补的东西都是在坚硬的齿质，不然补一补就掉了。原因就是这样，很多人补一补就掉了。我们很多病人蛀牙没有拿干净你补在松软的东西上面，松软的喷上面，怎么可能会掉嘞所以你拿蛀牙还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啦所以会掉的原因通常是因为蛀牙没有拿干净第二个原因就是隔湿没有很好，我没有上那个我们一般跟小朋友讲的就是雨衣就是隔离帐隔离的帐篷这样子这样子来确保说因为我们现在都补树脂要粘的就像 AB 胶要粘，有水就粘不上去它粘在自己的齿质上所以一定要做好隔湿做得好然后蛀牙挖得干净，补的东西才会掉才会稳固所以就是我们就是用小心看看哪里还没有蛀牙这边外面有没有，里面有没有，前面有没有，后面有没有要确认有黑黑的地方还是松软的地方还需要继续挖干净来确保说补的东西你能稳固在牙齿上面你看很多还是很松软如果挖不到的话我们就会继续什么继续把上面的珐琅质把它再扩大一点点，一步一步这样子扩大来确保说蛀牙的地方能够清得干净继续清所以你这样像这样补一颗光小心拿蛀牙可能就要花到30分钟以上了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出现一个靠嘞你们看发生什么事哇，齿质太脆弱了有时候也不是我们故意的它蛀牙蛀太大跟下面的蛀牙连在一起所以它齿质咬一咬就裂掉了我们稍微挖一挖，然后一撑，然后就破掉了那为什么珐琅质那么小小一个洞下面的蛀牙会那么大事实上珐琅质理论上不太会蛀，珐琅质是有抗菌的作用。事实上它很容易刷掉，所以它很光滑，很容易刷掉。所以都是因为一个小洞，然后卡在食物菜渣卡在里面，然后滋生细菌，慢慢的侵蚀下去。所以大部分的珐琅质看起来都好，我们有看过，以后我们再跟你分享。看过上面好像就勾纹一点点小蛀牙，蛀下去里面是整个都空的。我们之后我们再找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影片或照片，再给你们看所以珐琅质通常不太会蛀所以有好的珐琅质是最好的所以当然这个也是从上面一点点小蛀牙蛀到很下面去，跟下面也有一些小蛀牙连在一起，所以造成的齿质我们在挖的时候就一撑，然后齿质就崩裂所以临床上有时候医生会 delay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啦就是不可预期的
真的很多啦哈。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病人都不要 delay 啊哈。可是有些治疗真的要花比较久的时间呐哈。也是要大家多多包涵呐哈，也不是我们愿意的啦哈。然后确保说，挖下去的都是硬的，都是好的齿质哈。我们才能什么？才能开始进行填补啊哈。确保很扎实很硬哈，就是没有蛀掉的牙齿啊哈。确保没有蛀到神经这样子哈。有没有需要做保护神经的方式？在显微镜下小心一步一步处理啊哈。我们也是当次开始慢慢把它填补起来，然后照光分层啊，补牙就是这样子，然后树脂它会收缩啊哈，所以我们要一次一次补，然后再放进去，再补，再放进去，再补，再放进去哈。大概是这样，那知道吗？所以蛀牙的填补，当然不要发生啊，定期检查小蛀牙把它补起来，这样对大家都好，那知道吗？好，记得按赞分享加小铃铛哦，谢谢，拜拜。